华为 Pure80普通版跟 Ultra 版本，它们的价格差距是巨大的，但是它们的效果方面能差多少呢？本期的看点如下，其中有些环节还是很匪夷所思的，尤其是录像环节。80普通版呢，它是负责走量的，价格呢更实惠一些，它看起来更小巧，正面的屏幕呢也是平板型的。Ultra 呢是旗舰机，厂家会把很多新技术都用在它上面，所以它的价格会更贵，后摄的凸起高度呢也更高，它的体积更大一些，正面的屏幕呢也是曲面屏。价格是透明的，它们之间的价格差了1倍啊，那效果上能差多少呢？本期就来看看它们的对比。那下面就是摄影环节了。上期我刚跟孟导做了一期年度网友投稿的点评节目，我们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，还聊了很多摄影技巧方面的知识。如果你喜欢摄影，想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，可千万不要错过上期节目啊！非常感谢那些在视频回复里上传照片的朋友，是你们真正的带着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也非常感谢您的点赞和加关注啊，尤其是加关注，这点对您来说是非常简单的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摄影环节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。器材虽然分好坏，但是摄影不论器材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那么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。80标准版的后摄就是主摄超广角和5倍的长焦，80 Ultra 那边呢是主摄超广角，但是它的长焦呢是一镜双摄。那至于两台手机长焦的区别呢，咱们到了长焦环节再说。现在是80标准版的拍摄界面 ，W 是超广角，1倍是主摄，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10倍呢是5.5倍的数码变焦。现在是80 Ultra 的拍摄界面，那么跟标准版不同的呢，就是它是3.7倍的长焦和10倍的数码变焦。80标准版是5.5倍跟10倍啊 ，Ultra 这边的3.7倍跟10倍，在切换的时候还是有动画的，那是因为它一镜双摄的特殊结构，这点之前已经说过了。还有一点不同的是，80标准版的高清模式是只有主摄的，没有超广角和长焦，但是它高清模式的拍摄时间呢还是挺快的啊，倒计时完了之后呢就能生成照片，就不用再转圈圈了。80 Ultra 的高清模式拍摄界面呢是有超广角和3.7倍长焦的，但是它每一颗镜头的高像素模式在拍摄的时候，除了倒计时以外呢，拍摄完了还是要转圈圈，还是要等一会儿。拍摄的时间呢是没有80标准版快的。两台手机都已经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，左边呢就是80标准版，右边就是80 Ultra 啊。那下面就看看两台手机每个镜头结合不同应用场景的表现怎么样了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。从硬件参数上看呢，感光器尺寸是 Ultra 这边的更大，是1英寸的。80这边呢，虽然说厂家没准确的说感光器尺寸，但是大家都知道啊，是1.3分之一左右的。但是有可能它沿用的是 Mate 70 Pro Plus 的这颗感光器啊，没准后边有惊喜哦。80标准版的主摄是有可变光圈技术的，那咱们看看它各档光圈下的成像表现有没有什么区别啊？现在看到的是 f1.4 的最大光圈跟 f2.0， 也就是系统默认下的光圈大小在成像方面的区别，那么结果呢就是没有什么区别。
现在是最大光圈 f1.4 跟最小光圈 f4.0 之间的成像区别。那么在成像方面呢，它们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那下面就是重点了，标准版跟 Ultra 在默认模式下主摄的成像表现的对比了。首先说呢，它们两个都是有红枫的啊，但是它们在成像表现上呢，颜色风格方面还是略有区别的啊。还是那句话啊，没有所谓准的拍摄设备，也不可能有准的显示设备。还有就是人跟人不一样啊，人眼跟人眼肯定也不一样。别较真什么准不准，去找你自己喜欢的风格就行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都是1200万像素的默认模式，在解析力方面，没错，80标准版的解析力是非常高的，比 Ultra 那边高很多。这就是一开始我猜测的，它可能沿用的是 Mate 70 Pro Plus 的那颗主摄。两颗主摄呢都有2500万像素高质量模式，在这个模式下呢，80普通版的解析力也是要略强于 Ultra 的啊。去年我们年终颁奖的时候，就把最佳主摄颁给了华为的 Mate 70 Pro Plus。那么看来 Pro 80版沿用了这颗主摄之后呢，它的解析力确实非常了得呀。不过呢，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真正的高清模式，在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下，这回80 Ultra 的表现就要强于80普通版了。那么看来 Ultra 呢还是 Ultra 啊。还有就是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变焦画质把控方面啊。虽然说80 Ultra 的感光器是更大的，它是更难把控变焦画质的，但是在这方面，无论是左上角还是右上角，变焦画质的把控呢，80 Ultra 都是要强于80普通版的。看来在镜组的用料方面，在成本方面 ，Ultra 也是要比80普通版更贵的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参数上呢是80 Ultra 这边的原生像素更高，它也有高清模式，80普通版是没有的，视角的差距呢也有一些。虽然说他们在参数介绍里写的都是等效13毫米，但是80这边呢稍微窄一点点，所以在这里呢我标的是等效14毫米。对比样片在颜色风格上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，虽然说它俩都有红枫，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，不可能有准的拍摄设备，也不可能有准的显示设备，去找你自己喜欢的颜色风格就行。那么视角差距呢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呢就是80普通版拍不到的范围。解析力方面呢两边差不多啊，如果仔细较真的话呢，80普通版那边还稍微强一些。虽然说80普通版的超广角最高只有1300万像素，但是它也能拍2500万像素照片啊，多张合成嘛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其实要仔细看的话，还是80普通版这边的细节更多一些，但是数码处理痕迹就比较明显了。80 Ultra 这边是有4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80普通版呢最高就是2500万像素高质量模式。那么这回他们在观感上呢，我还是更喜欢80普通版一些了。Ultra 那边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了，对吧？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变焦画质把控方面呢，是 Ultra 的更好一些啊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，依旧是 Ultra 的更好。那说明在超广角每一颗镜组的制造成本方面，也是 Ultra 的更高啊。再说中长焦，中焦这块呢，两边是都没有中焦镜头的。长焦呢，80普通版是5.5倍的光学镜头，80 Ultra 呢就是一镜双摄，在一个镜组里边做了2个长焦镜头啊，分别是3.7倍跟9.4倍2个定焦焦段，并不是光学变焦，而且9.4倍呢也是光学焦段加数码裁切来生成照片的。对比样片先从2倍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颜色方面呢，依旧区别是很大的啊！注意它俩都有红枫啊，但是它俩的颜色区别呢还是有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那么在解析力方面，80普通版的更好。现在是3.7倍的对比，80普通版呢还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80 Ultra 呢就是光学焦段了，解析力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啊，80 Ultra 的更好。更何况80 Ultra 的3.7倍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。那这个时候在3.7倍的解析力方面差距就更明显了啊 ，Ultra 的肯定是更强了。现在是5.5倍的对比，80就是光学焦段了，但是它就不再支持2500万像素高质量模式了。80 Ultra 的5.5倍呢，就是3.7倍的数码变焦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你还别说啊，两边差不太多。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，它们就都不支持2500万像素的高质量模式了啊，都是1200万像素的输出。当然，在解析力方面呢，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，Ultra 这边明显是更强的。现在是30倍的数码变焦对比啊，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 ，Ultra 这边肯定是更强。那要放大看呢，细节呈现的差距就更明显了。
那看来80 Ultra 这个一镜双摄的长焦方案啊，还是有效果的，最起码比 5.5 倍的80普通版是要强很多的。那再说微距拍摄，80普通版呢就只能用超广角数码变焦来拍摄微距 ，Ultra 呢是可以用超广角和长焦来拍摄微距的。但是注意啊，同样一片树叶，普通版跟 Ultra 拍出来的颜色差别是非常大的。那么这点呢，之前专门就着重的说过。80 Ultra 用超广角的数码变焦来拍摄微距的时候啊，虽然说现在显示的是1倍啊，但是这个时候它是用超广角的数码变焦来拍微距的。拍摄微距就要离被摄物体非常近嘛。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啊，随着离着树叶越来越近，树叶的颜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但如果你找一个背景是接近中性灰的场景，而且拿一个非常小的树叶，就是在你接近树叶的时候，画面中也能拍到背景的情况下，也就是说，可以通过背景来标定白平衡的时候，就不会再发生偏色。总之，现在用超广角来拍摄微距的时候，80 Ultra 还是有这种偏色的问题啊，但是80普通版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它们俩都是有红枫镜头的，不过在细节呈现方面呢，两边倒是差不多的。那前面说了，80 Ultra 呢是可以用长焦镜头拍摄微距的，80普通版呢就没有这个功能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虽然说颜色差别还是有的啊，但是80 Ultra 呢也不会再发生偏色，解析力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，80 Ultra 这边是更好的。再说前摄，先看前摄自拍的效果，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肤色方面，80普通版这边看着更红润一些，80 Ultra 那边的肤色呢，反而看着更正常一些，但是磨皮美颜的痕迹是不一样的。80标准版的磨皮美颜反而更少一些，80 Ultra 的磨皮呢更重一些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80标准版那边呢看着更红润一些，看着更亮堂一点啊，但是80 Ultra 那边看起来更正常，我还是更喜欢80 Ultra 的前摄录像效果。而且在磨皮美颜方面呢，80普通版那边也更重一些啊，80 Ultra 这边呢还是挺正常。再说人像拍摄，用的是手机人像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第一个场景呢是在阴影里边，两边拍的呢都挺好看的，精致程度呢也差不多。那如果说更精致呢，应该是80 Ultra 的更精致一些，但是它的磨皮美颜呢也会更重一点点。那这个场景呢，对于拍摄人像来说就比较残酷了啊，阳光直接打在人物的脸上，两边拍摄出来的效果呢差不多啊，也不能说拍的有多精美。那么就说它们的效果差不多吧，半斤八两。再说蜘蛛扩张度的表现，那么这两台手机呢，在这些大光比的场景下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在默认设置下都能很好的保留亮部跟暗部的细节。亮部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呢，也没有什么不自然；暗部呢，也没有什么发虚啊、偏色的情况，都能满足你拍完之后在后期的需求。但是有一点要说呢，他们的测试方式呢，都是默认设置，拿起来就拍。场景的颜色区别呢还是有的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这样啊。其中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呢，还是80 Ultra 的更好一些啊，颜色方面、效果方面，确实是80 Ultra 的更强。再看夜景的对比，在普通城市夜景环境有强光有阴影的场景下，两台手机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都是不错的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没有问题。只有到了最后一个场景，超广角的表现，灯牌里的效果呢，还是80 Ultra 的更好一些。现在是中长焦城市夜景的对比，先看2倍数码变焦的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看起来差不多啊。仔细分析亮部细节呈现呢，是80 Ultra 的更好。现在是3.7倍的对比，亮部细节呈现以及整体的色彩表现呢，也是80 Ultra 的更好。现在是5.5倍的对比，虽然说80标准版是光学焦段了，80 Ultra 那边呢是数码变焦，但是它们两边的差别呢并没有多大。那到了10倍焦段呢，其实仔细看细节呈现呢，肯定是80 Ultra 的更强，但是区别呢也都没多大。不过到了真正暗的场景呢，长焦的区别可就大了去了啊！先看3.7倍的表现，细节呈现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。现在是5.5倍的对比，虽然说80普通版的5.5倍是光学焦段，但是在这么暗的场景下，它已经不工作了，依旧用的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这个时候解析力的区别很大呀。不过呢，到了10倍焦段，80普通版的效果呢又好了起来啊。虽然说是好了起来，但是跟80 Ultra 比呢还是有差距。那到了真正暗的环境，就要打开夜景模式，看看厂家硬件、软件的配合怎么样了。第一个场景祖传神速，
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也已经出现了差距 ，Ultra 这边的效果更好。超广角的表现呢，看看就行了。虽然说有差别，但是这么暗的环境呢，超广角都是就那么回事儿的。健身器场景从照片上看，两边拍的都还行哈，但是在取景器里的表现可就不一样了啊。现在是80普通版的取景器，非常的黑啊。现在是80 Ultra 的取景器效果，看的还是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在细节呈现方面呢，你还别说啊，两边差不多。虽然说80标准版那边的感光器更小，但是它最大光圈是更大的，达到了 f1.4。80 Ultra 那边的最大光圈呢是 f1.6。树林小路场景也是非常极限的，两边拍出来的效果呢看着也都不错啊，就是颜色风格方面有些区别，但是取景器里的画面可也是不一样的。80标准版黑的就只能蒙着拍了，而80 Ultra 看的还是非常清楚的。不过在细节呈现方面呢，两边依旧是差不多的。最后一个最难的场景，祖传神树 Pro 取景器里的区别当然是很大的了。现在是80标准版的啊，基本上也就是说蒙着拍吧。80 Ultra 的表现就很好啊，完全没有这个烦恼，依然是可以看清的。但是这回在细节呈现方面的差距可就有了啊，80 Ultra 的表现更优秀。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。80 Ultra 那边升级了2回系统之后，主摄在录像的时候怎么这么抖啊？当时拍完了以后啊，我也没有在取景器里确认，回家一看才发现是这样。那么后期呢，有机会我再试一下啊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这80 Ultra 居然它也是抖的。颜色方面呢，倒是80 Ultra 的更好看啊，但是它的防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那么今后呢，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啊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清晰度还有颜色都是80 Ultra 的更好，但是为什么它就是防抖没有80普通版的好呢？现在是3.7倍的对比，同样的颜色清晰度都是80 Ultra 的更好，但是画面的流畅性啊，就是这种拖拽感呀、防抖方面啊，还是80标准版的更好啊。那么这个情况我肯定会跟华为说一下啊。现在是5.5倍的对比啊，虽然说从2倍到3.7倍到5.5倍，看着都是80标准版这边画面更大一些啊，这是他们计算倍率的等效焦段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现在都是5.5倍。那么解析力方面呢，还是80 Ultra 的更好，但是在画面的流畅度方面啊、拖拽感方面啊，80 Ultra 这边还是有一些问题啊。现在是10倍的对比，颜色、清晰度全都是80 Ultra 的更好。而且在10倍焦段呢，80 Ultra 这边的画面稳定性啊没有问题了，看起来正常了很多。80标准版的最远录像焦段呢是15倍 ，Ultra 最远呢是20倍。那么解析力方面的差别呢也是非常明显的 ，Ultra 的更好，而且画面的稳定性呢现在看着也没问题了。现在是主摄夜晚录像的表现啊，清晰度方面还是80 Ultra 的更好，但是防抖80标准版的更好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他们俩的超广角在这么暗的环境下都很难应付，但是还是能看出来，在解析力方面是80 Ultra 的更强啊，颜色也是80 Ultra 的更强，就是这个防抖，你说这回真是奇了怪了啊！现在是3.7倍的对比，80普通版只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80 Ultra 呢是光学焦段，解析力、清晰度上的区别是很大的啊，80 Ultra 的更好。现在是5.5倍的对比，虽然说80普通版有5.5倍的光学镜头，但是在这个环境下非常暗啊，它的长焦镜头也已经不工作了，能看出来就是主摄数码变焦拍的，解析力方面是没有80 Ultra 强的啊，差的比较远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啊，没有悬念，肯定是80 Ultra 的更好。好了，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大家更喜欢哪台手机的外观，哪台手机的造型呢？80标准版看起来更方正一些，屏幕呢也是直板屏，整体的体积更小一些，后摄的凸起高度呢也更少一些。80 Ultra 体积更大一些，看着更圆润一些，屏幕呢也是曲面屏啊，微曲面屏，后摄的凸起高度呢肯定也是更高一些的。那么喜欢80标准版的打1，喜欢80 Ultra 的打2。OK， 到结尾了。看完前面的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。
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